9月15号，一条影响所有买房人、房东和租客的新规《住房租赁条例》就要正式实施了。它不仅改变了学区房的价值，还直接影响到房东交税、群租房的存亡、租客的各种权益保护。那今天呢，我用5分钟帮大家一条条讲清楚7个变化，到底谁受益，谁受伤。第一个变化肯定就是租购同权了。以前啊，学区房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有房才能上学，但是这个新规规定了，租客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对口入学。当然了，具体录取的优先级呢是由地方来规定的，但是这个结果很简单呢，租客受益。学区房的房东受损了，因为同一个学区的房子呢，只能给一家人的孩子来使用，那这个学区房的溢价就会被削弱了，学区房的价值呢，慢慢的就被政策蚕食了。第二个变化就是备案交税，强制合同备案，房东交税的时代来临了。以后啊，租房合同必须备案。公安教育部门信息共享，备案之后呢，房东的收入是一清二楚，合法的收入要纳税。不备案，那租客呢会为了租购同权帮你备案，中介不备案会被惩罚，还可能会被吊销执照。那这意味着房东私下收租不交税的可能性都没有了。受益者呢肯定是政府财政了，受损的呢不报税的房东啊，或者有一些私下的灰色交易。第三个变化呢，就是二房东个体户加速退场。新条例提高了租赁企业的资质、资金管理要求。之前那些小规模的二房东个体户很难合规，未来呢，市场会被大型长租企业所接管。利好呢，大型租赁的企业。受损呢，小型二房东或者是个体户。第四个变化呢，就是群租房消失，低端租房成本上涨，厨房、阳台、过道等等不可再出租为住房了，每人最低居住面积有硬性的标准。违反规定的要最高呢会被罚10万块，中介有可能还会被吊销执照，这就意味着便宜的群租房将消失了。过去啊，某些外卖员啊、保安啊、保姆啊这些低收入的群体呢，是群租房的主要租客，对他们来说呀，未来这个租金的压力会变大。当然呢，条例严禁非居住空间出租，但是同步也要求各地方政府啊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。低收入的人群呢，可以通过地方的合规渠道进行申请。那这条规则呢，对于租户来说，你的居住环境会变好；那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讲呢，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损害。第5点呢，就是增加了租房的供给啊。新规鼓励个人出租房屋，但是更重点是支持企业改造老旧厂房、商业写字楼做长租房。那企业的成本更低呀，未来长租房的供应量就会大幅的增加，价格呢也会由这些企业来主导。所以这条规则呢，受益的人是租客啊，供给多了，那房租呢大概率是会下降的，受损的呢是小房东的议价能力，你越来越要不上价了。第6个变化就是租客的权益是提升的，房东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租客的房间，否则算违法。租客的押金、租金必须进监管账户，退还的时间、扣除的规则要写明白，违反的人最高可以罚50万。第7个变化呢，就是租金涨价受控了。每个区域不同类型的房子的租金会有指导价，大企业定价将会成为市场的锚。所以这条新规呢，有利于租客，受损的呢是随意涨价的那些房东。在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啊，这个新规说每个区域不同类型的房子呢会有官方的租金指导价。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政府直接定价呀？其实呢也不完全对。真正的这个所谓价格锚啊，会指的是那些占据大部分新增房源的大型长租企业。比如说国有背景的长租平台，你像什么万科、博裕呀、保利公寓呀、中海长租啊等等，或者是大型房企的长租业务，比如说龙湖地产的龙湖冠寓呀，还有就是合规的专业化长租公寓品牌，比如链家旗下的自如等等。那这些大企业呢，他们有低成本拿房、改造和运营的优势和能力，未来大规模供应的房源基本上都来自于他们的手里。所以呢，租金指导价更多的是参考他们的价格区间来制定的。普通房东呢，在价格定价上会被动跟随，因为租客一定会对比品牌长租房的价格和服务的。
总结一下啊，这次住房租赁条例核心的目标就是培育长租市场，租购同权，严格监管。房地产市场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未来你可能一辈子租房也能安心的生活。那你是房东、租客还是准备买房的人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次新规对你来讲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？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